在美国乘坐火车旅行，欣赏海景风光，会是什么样的体验？这次我用$200乘坐了全程35个小时的火车，沿着美国西海岸从西雅图中到洛杉矶，一路穿过内陆城镇，跨过河流农田，见到了山谷里的日出，以及海平面上的日落，听到了有趣的人文讲解，但也要蜷缩在座位上过夜。那这列号称美国铁路最壮观线路之一的火车旅行到底体验如何？让我们一起乘坐海岸星光号观光列车。当太平洋的浪潮与铁轨的节奏相遇，浪漫在这里有了具体的意象。而这趟以海岸风光为卖点的列车，在35个小时的车程里，又有多长时间会看到海景？乘坐这列火车是选择座位好还是卧铺好？餐饮及列车设施又如何？它又适合什么季节出行？怎样看价钱和预订车票？应该从哪个方向坐更好？是否真的值得从头坐到尾？这些问题都会随着你跟着我走完全程，一一得到解答。总体来说，这趟旅途有期待中的美好，也有现实中的粗糙。零针起手，这列火车从出发就给我上了一课。我现在在西雅图的火车站。上次呢，大家跟我一起来坐的是加州和风号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一起来坐海岸星光号，我们从西雅图始发。遇见晚点，我以为是个特殊情况，但终究是我预期的太美好了。深究后发现，这列火车从2000年前后的准点率只有惨淡的2%，晚点5到11个小时几乎是常事，所以人们那会儿都不叫它 Coast Starlight， 而是戏称为 Starlate。即便到2023年，它的准点率也只有58%，原来晚点才是它的常态。而这反而让我有了时间和心思去仔细观察这个颇具年代感的火车站。西雅图的国王街火车站开通于1906年，74米高的塔楼是当时西雅图最高的建筑，仿照的是那时刚刚倒塌的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钟楼。乘客坐火车记得不要走正中间的门，搞错了，再来。而是在钟楼底部侧面需要下一层才是候车大厅。意大利风格的浮雕装饰、暖色调的球形壁灯，都好像让这个小巧精致的大厅营造出温馨的氛围，试图抚平旅客们出行浮躁的心。这个只能容纳几百人的火车站，每天有25趟列车出发。除了运行着南去洛杉矶的海岸星光号，还运行着一条更长的线路连接西雅图和芝加哥，全程45个小时的帝国建造者号。说了这么多，终于是等到了上车的时间。说好的上午9点55分出发，开车的时候已经10点半了。现在我已经从西雅图出发了，居然晚点整整40分钟。上车后，列车员才会来正式检票。这趟列车是由美国国铁 Amtrak 运营，你可以在 Amtrak 的官网上查询不同出行日期的浮动票价以及线路的详细信息。购票成功后会生成一个二维码，就是现在列车员正在扫描的。有意思的一点是 Amtrak 仍然保留了一种很传统的座位分配方式，就是在上车前，你需要在刚才的候车厅办理乘车凭证，得到分配的座位。上车后，将你拿到的纸质座位卡插入对应的座位号下面，这样不仅列车员可以知道你的目的地，而且周围的乘客也能清楚地知道这个座位是否已经被占用。虽然这种方式现在看来显得有些过时，但不得不说还是实用有效的。趁着刚上车这会儿还算整洁，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列火车的设施怎么样吧。现在我们在车厢的2楼，如果想去洗手间的话，需要再回到火车的1楼。这节座椅车厢有几个公共卫生间，加上一个女士专用洗漱间。是一个洗漱间。感觉还是挺复古的。
车厢1楼进门的地方是大件行李存放处，有少量的关爱座椅，大部分乘客的座位主要是在2楼。2节座椅车厢的前面就是这列火车最受欢迎的地方了——观景车厢。观景车厢的楼下就是列车的小卖部，乘客可以在这里买到咖啡饮品和快餐零食。楼上的这节观景车厢属于额外给卧铺和座位乘客观景用的，没有座位分配，先到先得。这趟旅程的大部分时间我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再往前走就是餐厅车厢，卧铺乘客可以在这里免费享用3餐，座位乘客也可以到这里付费用餐。过了餐车就是卧铺车厢，如果你不是卧铺车厢的乘客，餐车的工作人员也许不会让你继续往前走。如果想了解火车卧铺分级等具体包含的3餐标准及设施、价钱都如何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加州和风号火车系列视频。我现在来到观景车厢了。观景车厢里白天有讲解服务，而这些讲解员还都是免费的志愿者，是由国家公园管理局提供的。他们会对沿途路过的城镇提供一些有趣的人文讲解，就比如说我们眼前抵达的车站 Olympia Lacy。 早在1980年代，这里的车站就是这样一个小房子。在一天的深夜里，有一位坐着轮椅的乘客下车后，因为没有人接他，车站也没有人管理，路况又十分糟糕，最后轮椅卡在了泥土里一整夜没有出来，直到第2天早上才有人出现帮忙。当地社区知道这件事后，为了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，决定建立新的火车站。而这个新站却是美国唯一一个完全由志愿捐赠建造并运营的车站，包括从最开始的建筑设计、建造资金、人力，以及到如今的运营，都是由志愿者完成的。列车就这样带着我们一站一站慢慢地往前走，每一站都有自己的历史。坐在火车里的人好像过客看官一样，看着未知的前路风景，听着别人的故事讲述，走着自己的旅途人生。列车出发2个半小时后，将会沿着眼前的哥伦比亚河继续向南行驶。最开始看到这条河时，你应该和我想的一样，觉得平平无奇。但听了车上的讲解，追本溯源后发现，原来这条河还挺有来头的。这条哥伦比亚河是发源于加拿大落基山脉，在流入了美国华盛顿州后，又形成了于俄勒冈州的大部分州界，最后流入了太平洋，是北美洲流入东太平洋最大的河流。1243英里长的流域相当于一个法国的面积。它最大的上游支流就是 Snake River， 可以翻译成蛇河，而蛇河就是起源于黄石国家公园的一条河，在大提顿国家公园也能看到。没想到在怀俄明州看到的那条蛇河，在向西流淌了大约1300英里后，就是将要在这儿准备入海了。这看似普普通通的山山水水，都因其背后的故事而不再普通。那我们都是普通的人，我想也会因着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故事，而成为特别的存在。We are approaching our next station stop, Vancouver, Washington, here in a few minutes. 列车在沿着这条州界上的哥伦比亚河走了1个多小时后，便来到了华盛顿州的最后一站 Vancouver， 温哥华。这里并不是那为人所熟知的加拿大温哥华，这里是建立时间更早的美国华盛顿州的温哥华。他们容易混淆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名字都是取自于18世纪对太平洋西北地区地理研究贡献巨大的英国皇家海军军官乔治·温哥华。跨过这个河，我们就离开华盛顿州，进入 Oregon 了。列车跨过哥伦比亚河后的第一站
抵达的就是俄勒冈州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城市 Portland 波特兰。作为曾经是苏州的姐妹城市，波特兰有一座蓝苏园，从设计到建材都是直接从苏州搬运过来的。走在其中，让你真正做到1秒回国。火车进入俄勒冈州后，你将会看到大片的乡村、农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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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虽然在我坐火车之前，根据线路地图判断，整个旅程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海岸线上，也可能看不到什么海边风景，但我就是想亲身经历一下，看看沿途都会有哪些遇见，感受一下这类火车到底值不值得从头坐到尾。如果你着急赶路，或是对沿途风光有过高的期待，可能会对 Oregon 的这部分有些失望。但如果你的时间充足，愿意听听发生在这里每一站的人文历史或地理故事，享受一个不被打扰的下午时光，那随着火车带你去看前方不期而遇的沿途风景，也是慢节奏旅行的一种魅力。列车走到俄勒冈州的南部，还是在内陆，依然没有靠海边行驶。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去走 Oregon 的海边，它的风光也是绝对不输于加州的海岸线的。而且此时火车甚至走到了整条线路离海岸线最远的部分，这会儿倒是离火山口湖国家公园非常近。作为俄勒冈州唯一的国家公园，它有着美国最深的湖泊，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水质最洁净、最清澈的湖泊，有机会也是值得前往的。在第一天的傍晚时分，列车还会路过俄勒冈州的最大淡水湖 Upper Klamath Lake， 湖水长度将近30英里，它也是落基山脉以西最大的淡水湖。随着夕阳西下，第一天的行程也接近了尾声。从西雅图出发到现在，已经在车上11个小时了。目前所在的这个站是在 Oregon 的最后一站，现在是晚上9点50，这一整晚我就在这个座位上过夜。如果不想买全程600-700美元一张的卧铺票，那就只能在座位上过夜了。你可以在座位车厢把你的座椅放倒，展开腿部和脚部的支撑过夜休息。但我实际的体验是，座椅车厢的味道真的是有点一言难尽，所以我就跑到观景车厢休息了。座位还是比较舒服的，但是还是看明天早上起来的感受吧。那我们明天见。现在是第二天早上起来6点钟。其实这趟火车唯一需要过夜的就是这一晚，只要这一晚熬过了之后，今天还有一整天的行程。买座票在火车上过夜的感受就是一个字：累。此时如果再问乘坐这类火车是选择座位好还是卧铺好，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，不要轻易尝试买火车坐票过夜。我们马上就要到 Sacramento 了，这边是日出。经过火车一夜的颠簸，黎明的曙光终于在车窗外悄然浮现。清晨的车厢里还是一片静谧，只有铁轨的节奏声划过外面还在沉睡的世界。随着天边那一抹微光渐渐绽放，橙红色的霞光从远处的山脉升起，日出就发生在这一瞬间。耀眼的光芒唤醒这片大地，仿佛这一路的疲惫与倦意都被这有力的晨光驱散。再长的黑夜也会迎来光明，新的一天也将要迎来新的旅程。Sacramento, 20 minutes out. Sacramento, coming up. 20 minutes, Sacramento. Sacramento, 萨克拉门托，也可以称之为三个馒头，它是加州首府的所在地。19世纪的加州淘金热就是从这个城市的附近地区兴起的。它拥有众多的历史遗址，是加州最早的自治城市。
它的位置在美国西部交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不仅水路处于 Sacramento River 与 American River 的交汇处，在公路交通中也是西部自驾网络上重要的中转与补给站。刚刚过了加州首府 Sacramento， 行程已经来到了第2天。今天的傍晚时分，火车才会开到海岸的沿线，才能真正对得起这辆火车叫海岸星光号的名称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今天我们能看到什么吧。火车随着晨起的阳光一起走进了加州。与阴晴不定的华盛顿与俄勒冈州相比，晴朗温暖的天气好像是加州的标配。想着今天下午火车会带我们欣赏到一个艳阳绝美的海景，即便是看着眼前又是这无尽的农田，心情都变得更加明媚起来。早上8点，列车在过了 Martinez 这个小镇之后，将看到的河水流域越来越多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大名鼎鼎的旧金山湾区。它的区域是以旧金山为中心，包括了周围水域遍及的北湾、东湾、南湾和半岛地区。几个方面的关键词拼凑一下对湾区的基本概念。硅谷所在，湾区拥有着最多的全球知名高科技公司总部。知名大学，这里是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所在地。人文美景，旧金山拥有着金门大桥及优美的太平洋海岸线和美国最大的唐人街。富裕水平，湾区也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，但同时也有着美国排名第2高的生活成本。来到湾区的火车并不会进入到旧金山的市区，而是沿着东湾向南抵达下一站圣何塞。现在是第2天中午10点半，抵达圣何塞。出来吐口气，只要过了旧金山，天气就好了。加州的阳光就是好。Great. Is this for, you're just using it for transportation? Are you on vacation? On vacation. Oh, okay, great. And then there's the other way. You can do like over to Utah. I used to take the California Zest. Wow, you're a big user. 火车离开湾区后，将继续向南走进加州中部这片农业产量最高的谷地之一 Salinas Valley。这里气候温暖，种植季节长，盛产草莓、生菜、菠菜、西兰花、酒酿葡萄、温室花卉等多种作物。美国市场上大部分的沙拉绿叶蔬菜都是来自于这个地区，所以这片农业山谷也被称为世界沙拉湾。而流经这片山谷的 Salinas River 不仅是周边农业社区的生命线，也为人们户外活动、鸟类栖息生存提供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。随着火车走过加州中部，再穿过前方的山脉，时刻盯着线路地图，我想列车应该马上就要到海边了吧。西雅图到这边现在已经是2天的行程了，都没有任何海边的风光。如果你们想乘坐海岸星光号的话，建议就是从这一站开始走，从这一站到洛杉矶之间就全部都是海岸里的风光。能不能对得起它海岸星光号的名称，就要看接下来这段路的风光。我这一路的期待就在眼前了。在坐了30个小时后，这列火车终于靠海行驶了。那接下来邀请你和我一起沉浸式欣赏这片加州太平洋海岸风光。阳光洒在海面上，随着海浪的起伏轻轻跃动。沙滩上的陌生人向擦肩而过的火车挥手，这一刻的风景好像不再只是画面，
而是充满了生命的热情。如果你曾跟着我的视频走过加州1号公路，你会发现这列火车的这段沿海线路其实比1号公路更靠近海边。这片海蓝得透彻，延伸至天海相接之处，如一场无边的梦境，好像牵引着旅途中的心灵去追寻一片宁静与自由。车厢里每一个人的目光都被窗外的景色深深吸引着，没有人愿意移开视线，仿佛生怕错过这短暂而美好的时光。火车里夏季有空调，冬季有暖气。走过这阳光明媚、气候温暖的西海岸线上，这列海岸星光号适合一年四季出行。在全程35个小时的车程里，这珍贵的海景其实也只有75英里，3个小时左右。如果你选择洛杉矶作为起点站，那这段海岸风光就会是在第一天的上午时分。如果你选择洛杉矶作为终点站，那火车行驶到海边的第二天下午和傍晚时分，正好会看到加州海岸的日落景观。这也是我选择从北往南坐的原因。夕阳西下，但依然热烈。这一路的辛苦和等待，都靠着最后临近洛杉矶的这段海岸高光时刻，让这趟旅程有了一个完美的收官。感谢你跟着我的视频看到这儿。如果在未来你也想乘坐这列海岸星光号列车的话，那给到你最精简的总结建议就是：不需要花2天时间坐全程，也不需要买昂贵的卧铺票，直接买从 San Luis Obispo 到洛杉矶的这段坐票，去景观车厢占个位置，只欣赏这列火车的最美路段。那海岸星光号的行程呢，就到这里要结束了。谢谢大家又跟着我完成了这趟火车旅行，希望您喜欢我的视频。第二天晚上8点40正式抵达洛杉矶，我们的行程就到此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